既然这样，一开始就用红色形态作战不就行了吗？大货不一强敌也是到了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阿亮。今天的主角就是眼前的这款 Alpha Max 强力迪迦。关注了这么久的不一系列，发展到现在技术也逐渐成熟了，我也是终于入手了第一只了。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吧。首先，这个包装底色是一个璀璨的银河，然后就是两张玩具的官图啊，在有光源的地方，你左右晃动的话是能够看见有种星河闪耀的感觉。上下左右几个面呢，就是迪迦的各种 logo 和它的官图展示了。转到背面呢，就能够看见这次的配件真的非常丰富啊！打开盒子呢，能够看见一张非常大的说明书啊。这张说明书封面做的还蛮好看的，翻开呢就能看见各种玩法了。这里主要介绍了这些特效件的玩法以及电池的组装，是非常大的一个说明书啊，还是挺有用的。打开包装，内容物也是两层，第一层是迪迦的本体迪拉修姆光流，小的一个神光棒，以及一个附带 Alpha Max 点亮灯的名牌。手型呢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其实它是附着在侧面的。然后接着来看第二层，第二层真的是除了地台以外，就是满满当当的光线了，以及附属的很小的一对手腕这里的球关替换键。拿出迪迦的本体是能看见头雕这里是有一个防蹭色膜的，是直接把它扯掉。拆下防蹭色膜后，拿在手里比我预期的要小上不少。因为之前看其他部位奥特曼的测评都说比 SHF 大，所以我就以为它是比较大的，结果亲手拿到了，觉得大小其实还好，不是特别的大。这款不一强力的身形，相较于真骨雕迪迦来说的话，还是偏瘦了一些，没有中村的那么魁梧。但好在呢，布衣这种一体性摆起 pose 来还是非常的有味道啊。其实布衣迪迦的这个布啊，摸起来的手感并不像单纯的布，更像是胶衣，或者说更像是皮衣的手感。因为我也是第一次玩这个系列，说的不对的地方还请大家指正。而且它的布衣白色部分呢，是有着很多小网格的纹理在。剧中的皮套我也没近距离看过，貌似是没有这些网格状的纹理吧。然后肩膀这个部位，大家看着其实是有一点高低肩的，这边其实是略高一点的，我看怎么调整都顶不到一个水平线上。但还好，只要摆起 pose 来，这个高低肩都不是特别的明显。然后让我比较难受的就是我这个胸灯好像貌似是歪了一点，就好像这边要多一点点。然后胸甲这里有一个黑色的漆面小瑕疵啊，真的看着有点难受。转到背部啊，这里的缝合线看着还是十分的明显啊。只要不转到背面，其实这个观感也还好。但是不知道这些缝合线能不能顶得住大幅度的姿势啊？只要不像戴拿一样崩开就行了。接着来测试一下这款一体性不一的可动。首先头部的话，下探。上抬的幅度不是很大，然后左右旋转其实都是带着脖子根进行的。然后肩部平举的话是可以达到90，但是平举的话这个褶子就非常的明显了，我真担心这个胶衣给开了。然后曲肘，其实它是齿轮关节持久度都做得蛮好的，曲肘的幅度非常大。然后大臂其实是有独立的旋转关节在，但是旋转幅度不会太大，你一大的话就容易把这个衣服给撑开啊。小臂这里是没有独立的旋转关节在的，手腕的话可以进行一定的可动。胸部前倾的幅度也不是很大，感觉衣服撑住了。然后后仰的话也不是很大的幅度。然后侧摆貌似没有侧摆的幅度在。然后大腿前踢勉强到90吧。然后后踢，侧踢45度多一些。然后膝盖弯曲。脚尖的话是翻折关节，内接地和外接地的幅度勉强吧。由于这款脚部啊是带有磁吸结构的，它的脚步是比较稳的，站立性的话其实还好。特件方面啊，真的是安排非常多。首先呢，就是招牌的技能迪拉修姆光流的这个蓄力状态，整个特件感觉是上了一层炫彩的光油啊，在光源下有种五彩斑斓的美感，特别像一只蝴蝶。它的安装方式也非常简单啊，首先就把迪迦的胸灯给抠掉，然后用这个凹槽直接怼进胸部这里就安装完成了。接着就是反弹光束，做工呢是比较普通啊，没有像蓄力光线一样给出光油涂装，它这个是直接手型附着在一起的。这里透过这个细节能看见手指是直接插在光线里面的，在剧中是使用过2次，印象最深的就是打魔神那一集，小时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不过那个时候的奥特曼都不会像现在新生代一样放技能会喊出来，以至于我一直都不知道这招的名字，原来它叫霍尔德光波。如果把折射后的光线做出来那就更好了。然后就是大结局限定的强力型栽培的遥光线，整个造型呢是从根部的深红一直到前面的一个橙色涂装效果，是有渐变的这么一个效果在的。表面呢也是像蓄力光线一样做了炫彩的光油涂装。对于这款不一强敌摆出这种 L 型的十字光线还是比较 OK 的。真的想吐槽的是，这个手型替换真是太麻烦了，不如真骨雕那种球关。这每次替换手型的时候，你都得把这个衣服缩进去，不然容易插不上去。
然后你一缩了呢，这个衣服又有很深的褶皱啊，就像这样，每次替换一个手型，这里衣服缩进去之后，这里这皮套的这些不可逆的折痕啊，真的看着就非常难受啊！我这就短短玩了1个多小时，替换个手型就成这个样子了。我不知道大家替换手型是怎么替换，可能我真的是第一次玩这个玩意儿吧。火球状态下的迪拉是母光球了，是有一颗手型直接附着在上面的，透过这个玻璃纹理啊，是能看见内部的灯组细节的。然后要安装特定的电池才能够实现它的发光玩法。这里电池型号给大家标注出来了。第一种模式就是常亮的模式，第二种呢就是旋转的效果。第三种呢，就是呼吸闪耀的这种状态，光亮补光灯，大家能看见这个发光效果其实还是比较明显的。接着就是我们发射出去的迪拉树母光流了，这个特效键非常的巨大，而且整个造型也是渐变的这种涂装，在末端这里是有着火球爆射的那种立体的造型，不过灯组就非常普通了，是装了3颗电池，只有一个白色的发光点。但是我测试了一下，我这个发光好像是坏掉了，看看年后能不能售后成功吧。因为我拆下来过，里面的电池都是发烫了，还有一股烧焦的味道，但是就是发不了光，估计这里出了点问题。对于这种需要插拔连接装的关节，这种特效键完全也非常的恼火，拔起来也非常费劲。经过反复的测试啊，你要替换这个球关的话，你要把它拔出来的话，最好是套一个手型上去，这样拔的话是比较好拔的。如果你单纯的直接这样拔的话，反而有点费劲儿。最后一个配件呢，就是一个迷你的神光棒啊。这个神光棒涂装倒是不错，就是可惜没有棒身的大理石花纹。这个神光棒是可以展开的。这个神虚软管支架值得好评啊，不像夹腰的那种，夹到前面穿帮关节很大，而且这个随意的凹啊。因为我这个是国代版的，因此地台上印的就是中文版的迪迦奥特曼。它的地台其实也是磁吸结构啊，你可以平时打开，把一些手型或者多余的电池直接放进去，这个还是蛮方便的。这款地台呢是有磁吸结构，你可以直接将迪迦放上去，这样站立的话也是非常的稳固。OK， 那么以上就是这款阿尔法 Max 强力迪迦的所有内容了。因为是第一次玩这个系列，在可动方面真的不太敢用力掰啊，生怕崩掉。我就是玩了1-2个小时，身上这些褶皱就不可逆，真的是玩起来非常可惜啊。可动相较于真骨雕迪迦还是差上了不少，不过由于一体性，造型真的好看，各种特效键搭配发光玩法真的很赞，但是它不配电池真的很难受啊。这个光效玩法你要玩遍的话，需要配3-4套电池，而且型号都不一样。如果能附属电池的话，是挺不错的。我手头这只国代版的是当初碟券590入手的，目前它的价格是没炒起来，性价比还是蛮高的。但是真的要吐槽的是，手型替换真的太费劲了，而且这种对于有长期安装电池的玩具来说的话，时间久了真的容易漏液。对于这个一体的布衣什么时候爆，就看时间了。如果你是战士党的话，推荐你买布衣迪迦；把玩党的话，还是老老实实买真骨雕吧。布衣虽好，但也不能吹得过头了。在耐久度上，真的需要时间来检验。视频的最后，当然要给这个阿尔法 Max 的厂商点赞了。强敌这么大的预定量，居然能够在保证春节出货的情况下，素质还是保证 OK， 而且还重置了之前的复合迪迦，新规的声效和造型真的狠狠的期待了。OK，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所有内容。如果喜欢本视频的话，麻烦一键3连加关注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